在我们圆肩驼背的人群当中，我们经常会采用的训练是肩外旋的训练，因为在我们圆肩驼背的这个体态当中，我们的肩关节一般处在了一个内旋位，那么我们理所应当的就会认为我们需要加强肩外旋的训练。然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，在圆肩驼背这个状态下，我们的肩内旋也是受限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恰恰是我们肩内旋的受限，才造成了我们的身体来到了一个圆肩驼背的状态，出现了肩内旋的一个代偿？也就是说，圆肩驼背的状态也有可能是肩内旋受限的一种代偿体态的表现。因此，当我们出现这种体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我们的肩内旋也是需要强化的。那么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——肩胛下肌。肩胛下肌是长在我们肩胛骨的内侧和肱骨小结节上，属于我们肩袖肌群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有肩内旋的功能。而在我们圆肩驼背的人群当中，通常我们也会出现胸腔塌陷的情况，也就是我们胸前的肌肉是比较紧张的。我们在改善体态之前，我们可以通过悬吊的方式去打开我们的胸腔前侧，包括拉伸我们的背阔肌，然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肩胛下肌的肩内旋训练，对于我们改善这种体态、提升肩关节的灵活性是大有裨益的。那么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。我们弓步跪到垫子上，然后让我们的右手抓住一个弹力带，弹力带固定在我们头顶的上方，让我们的手肘后侧去顶一个支撑物，为了防止我们肩胛骨产生移动。吸气不动，呼气让我们的大臂保持稳定，小臂向下带动大臂旋转，做一个肩内旋的动作。做到你的最大值，当你出现你的肱骨要往前移动的时候，停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支撑物也是防止我们出现肩胛骨的前引。好，吸气，呼。这个弹力带的重量建议刚开始不要太大，因为太大之后很容易出现肩胛骨的前引。我们从一个小重量开始，慢慢的激活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次，2到3组即可。动作尽量缓慢而有控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是久坐人群，长期伏案，属于一个含胸或者圆肩的状态，不妨先打开我们的胸腔，在你关注肩外旋训练的同时，也不要忽略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肩内旋训练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